凤晴嗯了一声，对方先生说道：“我想吃冰淇淋，你来的路上看看路边的商铺有没有买的，帮我买有杯子装的那种，不拘什么牌子，只要有杯子装的就行。这样吃起来呢，不会掉的到处都是。”他吃冰淇淋就喜欢吃有杯装的，如果换成平时，方先生会劝他少吃点冷东西。今晚他明显心情不好，方先生便没有劝他，温声应了一声。凤晴得到了他的回应，才挂的电话。那将手机放在桌面上，凤晴起身走到了窗前。那凤氏集团的办公大厦自然没有乔氏集团的办公大厦那么高，却也比周围其他公司的办公楼高了几层。凤晴的办公室离顶层也就差了一层。站在办公室的窗前往外面望去，能将周围的建筑物尽收眼底。江城也是个繁华的城市，夜晚到处灯光璀璨，能看到的街道上都是车水马龙，热闹非凡。别人已经在享受了，他还在办公室里加班加点的。虽说母亲不在的时候，他就是公司里最高决策者，却是高处不胜寒呀。在公事上，那些人会给他使绊子，特别是他的3个亲哥哥，明里暗里不将他放在眼里，联合其他人不配合他的工作。就他为了示弱，每次面对自己亲哥哥的刁难时，都是当场被气哭，然后就哭着跑开，再让另一位副总裁去压制哥哥们，让工作能够顺利进行，给哥哥们一种他始终只能狐假虎威的错觉。哥哥不让他好过，他也不让哥哥们好过，那他们在外面养小3小4，勾勾搭搭的，不忠于婚姻。他就将他们出轨的事告诉了他的好嫂子们，让他们夫妻不和，吵吵闹闹的。哥哥们后院不稳，花到工作上的心思也就少了一点，就他能抓到他们出错的一点证据。那等老母亲回来了，他再告他们一状。大哥倒是有几分能力的，在公司里也能得到老母亲的重用。公司里3位副总裁，他和大哥都是同职位，另一位副总裁则是公司里的老臣子了，在公司里很有地位啊。嚣张的大哥在那位副总裁面前都要礼让3分。凤晴心里明白，母亲不会处置哥哥们的，就那是留给他的难题。懂母亲的意思后，凤晴不得不叹一声，她的亲妈是真的心狠，怪不得能杀姐师妹，爬上了家主之位。这么多年来，更是将凤家的大权牢牢地握在手里，让其他人想反抗1、2都十分艰难。背后呢，是很多人偷偷地说着老母亲的坏话，但在老母亲面前，那些人只会恭恭敬敬的，有野心却不敢有行动。他们都怕他母亲的手段。那身为凤家的女儿，注定了要接班的。那凤晴发觉自己也是越来越心狠无情。成大事者啊，也不能心软呀。在窗前站了几分钟，凤晴调整好了情绪，转身回到办公桌前，关掉了电脑，再将电脑塞进了电脑包里，然后拿起了手机和车钥匙，提起了电脑包，走出了办公室。他的秘书已经下班了，他让对方下班的，因为他加班处理的事情，更多是处理他自己公司里的事情。他在凤氏集团里的秘书无法帮到他，外面静悄悄的，公司里也有些部门在加班，只是凤晴办公室所在的这层楼没有。他出了办公室，穿过了外面的大格子间办公室，朝电梯口走去。到了电梯口，看到有个男人抱着一束花靠在电梯口处，见到他过来，对方笑眯眯的。这个男人凤晴有过一面之缘，就是他亲爸要给他牵红线的那个叫做邹明亮的2世祖。在父亲要给他牵红线时，他就让方先生去调查了邹明亮，就将邹明亮的老底摸得清清楚楚的。就这样一个只知道花天酒地、风流快活的2世祖，他亲爸居然要介绍给他。明明母亲都站在他这一边，帮他拒绝了，
不让父亲安排他和邹明亮相亲。但是他那个完全不把他当亲生女儿看待的父亲，那还是想方设法安排他和邹明亮见过了面。凤晴，邹明亮站直了身子，抱着花束走过来，笑着将花束递给凤晴。下班了，我知道你还在公司里加班，特意买了束花过来，等你下班，我请你吃宵夜吧。凤晴一手格推开他递来的花束，俏脸寒冰，冷冷的拒绝。谢谢邹先生的美意，我已经约了人了。说着，他从邹明亮的身边走过。凤晴，邹明亮伸手就要去拉凤晴，被凤晴避开了。他赶紧跑到了凤晴的面前，张开双臂拦住凤晴的去路，就是线从凤晴的脸上往下游移，肆无忌惮的。郑先生说了很满意他，让他想办法拿下凤晴，那么他就是凤家的乘龙快婿了。虽然凤家的女人不嫁人，只招婿给凤家当上门女婿，是很多男人都不耻的，却适合他们这种没什么本事又嫌弃普通女孩子的二世祖。只要他成了凤晴的丈夫，生有女儿了，以后凤家还不是他女儿的。他只要疼爱女儿，对女儿好，父女感情深厚，等到女儿上位，女儿孝顺他，他就可以在凤家呼风唤雨了。凤家在江城几大豪门当中，虽说已经处于末端，却还是属于真正的豪门，是那些暴发户比不了的。凤家也特别有钱，毕竟是有着过百年底蕴的老豪门家族。邹家如今的境况，邹明亮清楚得很。他没什么本事啊，但又想继续过着优渥的物质生活，最好的出路就是成为凤晴的丈夫。郑先生说了，他这个亲生女儿是在乡下长大的，养父母对她不好，养成了她胆小软弱的性子。只要邹明亮能让凤晴爱上他，那么他就能成为凤家的隐形家主，有着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。郑先生还说，对付女人呀，先睡了她，她就跑不掉的了，就再傲气的女人都能轻松拿下来。郑先生是凤晴的亲生父亲，他这样教邹明亮拿下凤晴，邹明亮自是不会跟凤晴太客气。凤晴回归凤家也有2年时间了，在凤家的过着什么日子，外面的人也知道啊。邹明亮也相信凤晴是个软弱的、容易拿捏的女人。凤晴，不要这样吗？我对你是一见钟情，再见倾心，咱们可以好好的聊聊的嘛。邹明亮的视线最后落在凤晴的套装领口处，这个女人是在乡下长大的，却不妨碍她长成了个美人呀，气质也不错，不愧是凤家的亲生女儿。那份贵气与生俱来，并不会因为成长的环境而消失。就凤晴的身材也特别好，邹明亮就是这样看着都心痒痒的，流了口水，很想马上扑倒凤晴，与她滚上几回床单，估计就能让凤晴爱他爱得死去活来了。这样想着的邹明亮也就不客气了，伸手过去想摸凤晴的脸，凤晴一把抓住了他放肆的大手，用力的一扯，邹明亮站立不稳往前扑去，他就顺势的张开双臂想将凤晴搂个满怀。凤晴呢，却是给他来了一记过肩摔，对，就是过肩摔。看起来柔柔弱弱的凤大小姐，居然赏了他一个大男人一记过肩摔。被狠狠地摔在地上时，邹明亮只觉得自己的腰都要断了，臂部也好头，人也是晕乎乎的，都反应不过来发生了什么事。被赏了过肩摔就算了，凤晴还抬脚就踹他，他穿的可是高跟鞋呀，鞋跟尖尖的踹在他的身上，妈呀，痛死他了。邹明亮想反抗，可惜他失了先机，在没有反应过来时就遭到了凤晴的狠踹。凤晴又踹得狠，他只有痛得嚎嚎叫的份儿了，脸上、嘴巴、手、脚、身上都遭到了凤晴的踹踢。凤晴甚至往他的手背上狠狠地踩上一脚，痛得他发出了杀猪般的尖叫声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凤大小姐，我知道错了，求求你别打了。
邹明亮呢，不停地求饶：“哎，郑先生坑他呀，说什么凤晴柔弱可欺，他随随便便来个霸王硬上弓，就能将凤晴吃干抹净，让凤晴失身于他，就只能嫁给他了。现在这个女人哪里柔弱呀，哪里可欺了？哇，比辣椒还辣呀！”凤晴停下来，看着他被他踢得脸青鼻子肿，嘴角还流血的倒霉样子。凤晴蹲下身去，笑眯眯地问他：“邹先生还要跟我聊聊吗？”“不聊了，不聊了，这么凶猛的女人，他搞不定呀。那你还躺在这里干嘛？等我扶你。要不要帮你打120急救电话啊？要不要赔你医药费啊？”“不用了，不用了啊，我马上走。”“滚！”凤晴站了起来，居高临下的呵斥着：“有多远滚多远，再敢来打扰我，见你一次揍你一次。”邹明亮忍着浑身的痛，急匆匆地爬起来，逃命似的跑到电梯口，按开了电梯门就往里面冲。冲进去了又跑出来，这凤晴以为他不死心，做事又要动手，他却是像阵风似的跑出来捡起了那束花，抱着花束重新跑回了电梯。这是要逃命也不能丢下那束花，一束花需要多少钱？是个抠门的呀。哦，他那个亲爸对他还真是好呀，这样的男人都想扣到他头上来啊，真当他是纸糊的老虎。邹明亮逃命似的逃出了凤氏集团的办公大厦，他冲出去的时候差点撞上了在门口等着凤晴下班的方先生。邹明亮也没有停留，匆匆递上了车，赶紧开车离开了凤氏集团。以后他都不会再踏进这里半步。虽然凤家的荣华富贵很吸引人，但他无福消受呀。凤家的女儿果然都是悍妇啊。方先生看到邹明亮逃命似的跑出来，猜到里面出了什么事，他有点担心，正想打电话给凤晴，就看到凤晴就慢悠悠地从里面走出来。方先生来接凤晴，凤晴就没有自己开车。凤总，值班的保安看到凤晴出来了，恭敬地问好。凤晴忽然停下来，看着值班的几名保安，保安被凤晴这样看着，有点不解，其中一个大胆地问着：“凤总，我们做错了什么吗？刚才跑出来的那个男人，你们看到了吧？几个人你看我，我看你的。”又一致地点了点头。那个保安说道：“邹先生是郑先生带进公司的，郑先生说是他的朋友，带来公司里参观一下。只是郑先生说要出去买点东西，先一步离开公司，至今未见郑先生回来。”凤晴眼神森冷，严肃的道：“以后未经我同意，不许放那个姓邹的进来，不管是谁带着他，都不允许他踏进公司半步，让我知道你们谁放他进去。休怪我不客气。邹明亮果真是他爸带进公司的，哇，真是他的好父亲啊，亲生女儿都坑啊。也是够偏心的了。凤若那个假女儿，他爸却疼之入骨，还支持鼓励着凤若去追求乔涵，盼着凤若能嫁入乔家当大少奶奶。那他这个亲生女儿却给他安排了邹明亮，那种好色又流氓的二世祖。几名保安呢，又是你看我，我看你的，思虑再三，觉得凤晴还是比郑先生说话有分量。几个人连忙点头应允。凤晴呢，这才走出了公司。方先生迎向他，关心地问道：“大小姐，出什么事了？刚才那个男人，我瞧着像是邹明亮，郑先生安排给大小姐的男人，大小姐也让他去调查过。”方先生自然有印象，能认出邹明亮，他要护一辈子的女人，邹明亮这种货色也敢染指，简直就是找死。那方先生决定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潜入邹家去，给邹明亮套个麻袋，狠狠地熊邹明亮一顿。那敢打凤晴的主意就是找死，当他方瑶是吃素的吗？上车再说。凤晴低声说了句：
方先生就迎着他上车。他是凤晴的助理，经常出现在凤晴的身边，是常态，别人倒不会多想，因为这是凤家的一种管理形式。每一任的凤家主身边都会有一位非常给力的多功能的助理，忠心耿耿一辈子。当他们被派到家主身或者接班人身边时，这辈子都只忠于自己的上司，绝无二心。上车后，方瑶将买来的冰淇淋递给他，温声说道：“你喜欢吃的牌子哈。”凤晴接过了那杯冰淇淋，道了谢，系上安全带后，他便开吃了。方瑶也不追问下去了。在他开始吃冰淇淋时，他默默地发动引致，开着车就载着他的大小姐离开了凤氏集团。方先生过来本就是带着凤晴到处兜风的，他也不问凤晴想去哪里，他是有路便走。等凤晴吃完了那杯冰淇淋，他才说到：“我那个好父亲给我安排了个色狼，我在电梯口遇到姓邹的，他拦住我，还想对我动手动脚的。我按你教我的招数，把他放倒了，并且狠踹了他一顿。我想他以后都不敢再打我的主意。”方先生文武双全，身手了得。凤晴虽然会干架，那是干架次数太多练出来的，并没有真正学过拳脚功夫。他的养父母对他都不好，怎么舍得花钱让他学拳脚功夫？方瑶来到他的身边后，发现他反应灵敏，力气也大，就指点了他几下，他才能出其不意地给了邹明亮一记过肩摔，并抢了先机，把邹明亮打了个落花流水。方瑶眼神一沉，低冷的道：“大小姐应该早点跟我说，我把他的手卸下来，居然敢调戏他的大小姐，嫌命长了。郑先生也太过分了。郑华在凤家没啥地位，却抹不掉他是凤晴亲爸的事实。大小姐需要我找郑先生算账吗？”在方瑶的眼里，只有凤晴一人，连凤家主都不能再左右他。那更不要说郑华这个在凤家没什么权势的人了。凤晴淡淡的道：“不用你去找他，我自己能处理，我妈过2天就回来了。你帮我物色个身材火辣但有着天使面容的女子，要特别风骚放得开的那种人，最好就是混迹于风月场所的，背后有靠山的。我要经我爸送一份大礼，亲爸敢算计他坑害他，他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找个背后有金主的女人吧，这样他妈回来了，有气也只能冲他爸发泄，动不了他手里的棋子。亲爸对他这个亲生女儿没有感情，同样的，他对亲爸也没有父女之情。本来亲爸严重偏爱着凤若这个假女儿，凤晴是不在乎的，那大家井水不犯河水也是能相安无事的。就不管亲爸疼不疼爱他，只要父亲不坑他，他这个当女儿的还是会尽到儿女的责任。等到父亲老了，他会养他老人家，但是亲爸却想着算计他，主动来招惹他呀，那他就不客气了。以前呢，还在养父母家里，养母和哥哥们对他不好，也是早早就想将她嫁给有钱的老男人，他们好收取高额的彩礼。她不是那家亲生的女儿，他们才会那样对她，但是自己的亲生父亲也这样对她。凤晴在生气的时候也寒心，那不在身边长大，难道就不是她的女儿了吗？就一个女儿，郑华也这样坑算她。凤晴深刻意识到凤家大宅里已经乱七八糟的了，等老母亲退下来，她要快刀斩乱麻，就清理一遍。就母亲跟她说过，坐在家主之位，摆在第一位的是家族的利益，是公司的利益，个人感情是排在最后一位的。就不管是亲情还是爱情，既然母亲都这样说了，她还客气什么？方瑶明白凤晴的意思，她眼底有了笑意，说道：“好，我明天就能帮你物色好人选，其他的你自己安排，还是我来？我来吧，总不能事事都让你去干的。方瑶，你太能干了，会显得我这个主人很没用。”
方瑶笑，我就是为了大小姐而存在的。他很欣赏大小姐的性格，看似柔弱，却比谁都狠，但又三观正，恩怨分明。家主在管城未能大展拳脚。方瑶说道。凤晴冷笑了2声，他以为管城是江城，就算是在江城，他也不能为所欲为。不说和管城的那几大豪门比，就是咱们江城的乔氏啊，都比不了。如今的江城早不是亲妈上位时的江城了，就凤家也不是以前的那个凤家。凤晴觉得亲妈是够狠，但在打理生意方面还是差了点儿。凤氏集团走下坡路明显，他母亲却束手无策，公司内部管理也不尽人意。可能是年纪大了，精力不足吧，也有可能是他的哥哥们都在公司里任职，他们拉帮结派的内部分化了公司的权力，而他亲妈始终还是念着母子之情，没有下狠手整治儿子们。对带大自己的长姐可以下死手，对妹妹也同样说灭就灭了。对于他自己怀胎10月生下来的骨肉，他就心软了。占家大少奶奶怀孕了，我不好亲自过去，你帮我准备一份厚礼，送到悠悠山庄给海童吧。那凤晴与商太太是同辈的人，海童呢便是他的表外甥女，不要个表字，说是外甥女吧，更显亲近一点。海玲的任你食餐厅开张时，他都让方先生亲自去了江城一趟，送上了一份贺礼。海童怀孕了，他这个当表姨的自然也要有点表示。好，凤晴偏头看着车窗外面，忽然发现他们已经离开了热闹的市中心。我们去哪里啊？方瑶答道，我也不知道去哪里，就是有路就走了，带大小姐兜风散心的，去哪里都无所谓。凤晴按下了一半的车窗，晚风随即灌进来，他看了看后，说到这条路我好像没有走过，那就走走，不要变更路线了。我看看这条路的尽头是什么地方。好，很快凤晴按上了车窗，嘴上说到江城的11月已经带着冷意了，管城的11月属于秋天，如果是农历11月，管城才会有点冷意。不过那边就算是冬天也不算冷的，白天最低的气温都有10几度，我们的冬天能跌到0下。凤晴忽然说道，挺想冬天去最北方滑雪的，大小姐想去，今年就可以去，我陪大小姐去，我会滑雪，可以教大小姐。凤晴偏头看他，眼神里充满了欣赏及崇拜，就问着他，方瑶，你还会什么？方瑶笑，大小姐应该问我有什么不会的，我会的太多了，倒是不知道有什么不会的，貌似我没有不会的呢。你有一样是不会的，不管你多优秀，你都不会。什么事？方瑶被凤晴的话挑起了兴趣，决定不管要付出多少汗水，他都要学到会，绝不能让大小姐看清了。那你会怀孕生娃吗？凤晴俏皮地问了他一句。方瑶，这个我还真不会呢。凤晴哈哈地笑，方瑶也笑，就是他的耳朵悄悄地染上了红色。就与此同时的凤家大宅，凤若很紧张地问着父亲，爸，那个姓邹的有没有用的？对付凤晴，我觉得是绰绰有余的了。方先生又不在凤晴身边，放心吧。郑华信心满满的，你妈就要回来了，只要邹明亮办成了，等你妈回来就可以安排凤晴的婚事了。她嫁个没用的男人就不如你了，你也要争气点，争取早点拿下乔少呀。爸，我再争气也没用，我拿不下乔涵，有战浩宇在，我压根没有机会。我妈又千叮万嘱，让我不要再去招惹战浩宇，我们得罪不起战家。凤若嘟着嘴说道，我得换个追求的对象了。可是江城那么多的青年才俊，他就看上了乔涵呀，认为只有乔涵才配得起他。郑华想了想后说道，这个也是，战浩宇太难缠，乔涵又不好接近。那你有新的目标对象了吗？还没有挑好，
我要挑一个不输于乔涵的。但是几大豪门里，他们的年轻一辈，要么已婚，要么太小，或者没什么本事的二世祖，达不到我的要求。郑华安慰着，慢慢挑，不着急，总能挑到满意的。你跟你妈告状了？你妈怎么说？提到这件事，凤若就不爽地道：爸，我发觉我妈现在就是表面疼爱我，实际上是偏向凤晴的。我知道，我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，你们会偏向自己的亲生女儿很正常啊。要是妈不喜欢我了，可以让我离开凤家呀。凤晴冻结我的银行卡，我妈居然让我花我自己的个人存款。爸，你经常从我这里借钱去花，又还不起，我的存款也是越来越少的。我今天买的东西太多，一下子就花去了几百万，我那个肉疼呀。平时刷着母亲给的信用卡，花再多钱，凤若也不心疼。当花到自己的存款时，就像割了她身上的肉一样，心疼死她了。你买了什么东西，一下子花去几百万了？郑华都心疼了，女儿的钱少花点，她就能多借几回来花。就是买了衣服啊、珠宝呀、包包了，都是牌子货，很容易就花到几百万的。当时我的那些朋友都在场，我又不好意思说不要了，只能拿出我的银行卡花我自己的存款了。郑华说你啊，那么多的奢侈品了，就少买点吧。我哪知道凤晴敢冻结我的银行卡呀？她就是我的克星，就她回来后，我就处处不顺，被逼着离开了公司。我自己的那点子产业，收益也是越来越差，竞争力太大了。租我商铺做生意的人，就总是斗不过旁边的那几家，他们生意不好就搬走了，个个月都要换老板。大家都说我的商铺是败家的，不适合做生意，导致我的商铺不仅加不起租，降低了租金都难租出去。我一共就3家商铺，已经有2间空着租不出去了，房子租给别人住，别人也嫌我的租金贵，到了期就搬走，现在也有很多空着，一个月的租金收入就是几万块钱，都不够我买一只爱马仕包包。我妈还要求我赔偿凤晴的修车费，她又不依只辆车坏了一辆，换一辆不也有得用，还要我赔修车费，她开口就是几十万。现在我存款不多了，几十万也是割我的肉，更何况是赔给凤晴。郑华能有什么办法？谁叫她才是凤家的亲生闺女？父女俩都对凤晴非常不满，却拿凤晴没有办法，只能期盼着邹明亮给力一点，能睡了凤晴，那让凤晴嫁个二世祖了。这时候屋外呢传来了争吵声，还越吵越烈，好像还动手了。父女俩都听到了管家拉架的声音，父女俩呢对视一眼，立即站起来，快步走出去。是凤家大少奶奶又抓到了，丈夫和小三去酒店滚床单，夫妻俩一路吵架吵着回来的，就到家后还打了起来。凤大少奶奶此刻毫无贵太太的形象，像个疯子似的，揪着丈夫又打又抓又扯又咬的。凤晴的大哥虽然理亏，回到了自己的家，顿觉得腰肢都硬了，岂肯让妻子这样暴打，不客气的还手。大少奶奶反而被丈夫一顿胖揍，揍得脸青鼻子肿的，她那个愤恨委屈啊，一屁股坐在地上哭嚎着郑一帆：你打我，你居然打我！那郑一帆其实也没有好到哪里去，他的脸上脖子上都有妻子的抓痕，妻子的指甲留得长，像妖精手，被抓得伤痕累累的，他觉得脸上脖子上都火辣辣的痛，摸了一把还有点血。管家拉住郑一帆，劝着大少爷：你别和大少奶奶动手了，大小姐回来又要骂大少爷了，我还怕那个乡巴佬，以为他是凤家的大小姐就能管着我了，我还是他大哥呢。郑一帆出轨被妻子知道后，夫妻俩不知道闹了多少回，亲妹妹站在妻子那一边，对他连番指责，把他气得半死。听到管家提到真正的小姑子了，
凤大少奶奶马上爬到一旁去，捡起掉落在地上的包包，从包里拿出了手机，就给凤晴打电话。凤晴很快接听了他的电话：“阿晴呀，你快点回来，你大哥就要打死我了。”凤大少奶奶哭着对凤晴说道：“半个月前，她还不喜欢凤晴这个亲小姑子，现在她却视凤晴为救星。她丈夫出轨，背叛了她。她一向讨好的凤若，却是站在郑一帆那边的。凤大少奶奶气死了。那虽说她以往对凤若的好也是别有用心的，是想唆使着凤若和凤晴斗。可是她刚嫁入凤家时，对凤若这个小姑子却是真的好。凤若也是女人，却是站在了郑一帆那边，指责她这个原配做得不好，留不住自己的男人，是她有错，怨不得郑一帆出轨。此刻凤大少奶奶心里是怨及凤家的所有人，凤晴除外，亲小姑子还是亲小姑子呀，能站在她这一边，站在女人的角度上与她共情。不像凤若那个白眼狼养不熟的，等着他会让凤若吃不完兜着走，不过是个假货，还有什么资格再横？江城凤家的热闹，远在管城的海童他们都不知道。凤家主去过商家，那海童倒是知道了。晚上休息的时候，她和丈夫闲聊时提及到这件事，猜测凤家主在管城逗留大半个月，藏着阴谋。战印安慰她不用担心，她留心着凤家主的行踪，她也让人暗中盯着。凤家主要管城翻不出风浪的。海童向来相信自家的男人，既然他说不用担心，他就不担心了，好好梦周公去。现在他是不孕吐的，很幸运，就吐了很短的一段时间。他怕死会像蓝鲸那样吐到生，不过他还是容易犯困，一睡就睡个天昏地暗。战印不把他叫起来，他经常能从早上睡到晚上，又从晚上睡到早上，严重怀疑自己已经睡神附体。等到他睡醒时，天已大亮，睁开眼没有例外，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他家男人。战印笑眯眯地说：“老婆早安。”接着就凑过来，在他的额上亲了亲。在他凑过来时，海童闭上了眼睛，感受着他温柔的早安吻。等他亲完了，他睁开眼，两手很自然地环搂上他的脖子，在他的唇上蜻蜓点水地亲了亲，微笑着老公早安。夫妻俩互道早安，互给对方早安吻后，海童问他现在几点了，没看时间，应该就7、8点吧。战印边说着边坐起来，伸手拿过了放在床头柜台上的手机，一看时间，笑到已经9点了呢。海童也跟着坐起来，我就猜到时间很晚了。我现在只要睡着了，醒来后，必定时间晚的了。咋这么能睡呢？咱们这个孩子大概是个懒人吧，就喜欢睡懒觉。才不是呢，很多人怀孕时都容易犯困的，可别赖到我宝宝身上。战印下床走开了，不用问也知道他是去给他拿衣服。海童则在梳妆台前坐下，对着镜子梳理一头长发，却闻到房里有饭菜的香味。在战印拿着他的衣服过来时，他说道：“老公，我好像闻到了饭菜的香味，家里今天做什么好吃的？香味那么浓烈，我在房里都能闻到。”战印笑道：“我比你早2个小时醒来，下楼给你准备了早餐，看看时间差不多就给你端上来了，等你洗刷后就可以吃上，还热着的。怪不得我还以为我怀孕后拥有了狗鼻子呢，你的嗅觉也是很强的。”战印从他手里拿过了梳子，帮他梳理着长发，梳顺后，用他送给他的发夹帮他夹起来。姐和东明带着洋洋过来了。战印忽然告诉了妻子一个好消息。闻言，海童果然很开心，扭头问着丈夫：“真的吗？我姐和东明哥怎么有时间过来？洋洋不用上幼儿园。你呀，睡迷糊了，今天是星期六。
不用上班，也不用上幼儿园，姐的任你食餐厅，生意稳定，也有领班管着，他一天不回餐厅也不用担心。海童笑道：我现在不上班，还真的没有留意过是星期几，快乐不知道日子过，说的就是我这种情况了。哎，夫妻俩呢还在休着婚假呢，战印也不用上班，夫妻俩天天腻歪在一起，如同连体一样。小夫妻俩在房间里用过了早餐，才一起下楼去。战印还不忘收拾碗筷带下楼。1楼的大厅里，唐君叶夫妻俩陪着海童和陆东明在聊天，洋洋则被唐君叶抱着。海童在楼梯上就听到婆婆用着心疼的口吻说着洋洋最近瘦了点儿。洋洋中午吃饭的时候，你可得多吃点，这2天放假在家，吃好喝好，瘦了这么多，奶奶看着都心疼。海玲笑道：阿姨，她没有瘦，还重了几斤呢。长辈看到小辈，总是觉得小辈瘦了，然后就是各种帮着补身子，让多吃点多吃点。洋洋也不胖呀，再说了，小孩子长点肉才可爱，我就喜欢白白胖胖的小可爱。说着，唐君叶又在洋洋的小脸上亲了一下，笑着对洋洋说道：洋洋，你不用听你妈的，你一点都不胖，要多吃点，多吃点才能快高长大的哦。洋洋甜甜地道：战奶奶，我很能吃的，比我小姨还能吃。是吗？比我还能吃，一会儿可得比一比谁吃的多哦。海童接过了外甥的话。洋洋抬头看到小姨从楼上下来了，立即从唐君叶的怀里滑落，然后欢喜地跑向海童。大人们连声提醒他不要跑那么快，小心摔着。唐君叶担心儿媳妇会快步下楼梯，则是提醒着海童：童童，你小心脚下。海童已经走下了楼梯，洋洋也跑到了他的跟前，伸长了双手要他抱。那佣人看到战印手上端着的托盘，连忙上前从战印手里接过了托盘，拿进厨房里清洗。海童才抱起外甥，洋洋就被战印提过去，落在他的怀里。童童，洋洋是越来越重了，你现在这样子，少点抱他。战印温声说道，又对洋洋说道：洋洋，在你小姨肚里的小妹妹没有出生之前，你别让小姨抱你，姨丈抱你。洋洋被姨丈从小姨那里抱过来，也不生气。听到战印说小妹妹的时候，他却很认真的道：姨丈，我小姨肚子里没有小妹妹。怎么没有小妹妹了？就是没有小妹妹，是小弟弟。战印真的没有小妹妹吗？他记得洋洋见到蓝鲸的时候，也是说蓝鲸肚里有小弟弟。现在蓝鲸生了，果真是个儿子。洋洋的小嘴啊，说话特别灵。虽然知道自己想一胎得女很困难，孩子没出生之前至少还有点幻想。那现在听洋洋这样说，战印的幻想破灭了。不过妈妈说姨丈喜欢小妹妹，让我不要在你面前说我小姨肚子里的是小弟弟，要说小妹妹姨丈才会开心的。可是妈妈和老师又说小朋友不能撒谎，要当个诚实的孩子。我是诚实的孩子，所以他说了老实话，他就是觉得小姨肚子里的是小妹妹。战印和海童对视一眼，海童笑道，我就知道是个幻想。虽说她怀孕才8周，宝宝还没有成型，她的直觉就是个儿子。他们战家生子的强大基因不是那么容易打破的。